有许多的台湾歌手曾经可谓是红极一时，他们的歌我们有印象，而如今时过境迁，他们怎么样了呢？大家好，这里是一只西西利，今天为大家介绍几位知名的台湾歌手。一、陈英杰。在台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老艺术家，资深女歌手，名叫陈英杰。她发表过《海海人生》《破浪人生》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被封为台湾歌坛大姐大。不过，这样一位优秀的老艺术家却被牵扯进了教唆他人又欠债不还的案件里，人设瞬间崩塌。2020年，有媒体报道，涉嫌教唆罪的陈英杰出席庭审，暴露了很多事情内幕。2011年，因为陈英杰演艺收入锐减，就找了一位已经认识了10几年的好友借贷，想要渡过难关。当时他与自己的大姐一同到好友家中，以要在厦门举办活动为由，张口借280万台币周转。后来陈英杰的大姐在借款条上伪造了他们小妹的姓名，并且添上其身份证号码，成功借到了钱。没有想到的是，陈英杰一直无法偿还这笔欠款，好友无奈之下，只能拿着借条将他们告上了法院，申请对陈英杰小妹的房产进行强制执行。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陈英杰小妹从马来西亚赶回了台湾，想要救回自己的房子。后来大姐选择投案自首，承认自己冒用小妹之名借下巨额贷款，因此被判刑1年7个月，缓刑3年。而陈英杰却拒不承认自己涉嫌教唆姐姐伪造签名这件事儿。不过法院在一审中认定，第一天大姐不肯擅自签名，说明她并没有因为好友的话而萌生犯罪的想法。后来是因为陈英杰的不断施压，第二天才选择犯罪的。因此陈英杰的教唆罪成立，他也就被判了刑。同时陈英杰的身体状况也让人堪忧，他曾中风住院过，虽然现在已经康复，不过身体已大不如前。2. 谢雷。82岁的宝岛歌王谢雷曾因心脏问题送医急救，后来一度因心肌梗塞被送进手术室，开刀半天才勉强捡回一命，前后共经历3次心肌梗塞。此前谢雷曝光了近况，首度透露自己身上还有个恐怖隐疾，发作时他会痛到无法走路，并且猛叹这个病已经缠身近30年。谢雷自1964年踏进演艺圈，在出道的58年里出版专辑超过100张，还是台湾第一位出版国语专辑的男歌手，甚至是全台湾第一位专辑销售破100万张的男歌手，宝岛歌王的地位不可撼动。但谢雷健康屡亮红灯，1998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时，因心肌梗塞送院抢救。2009年再度因同问题送进手术室，历经11个小时的手术才捡回一命。3. 于天。于天是台湾资深艺人，他曾主持过很多节目，并且也很有唱歌天赋，如今依然活跃在荧幕上，事业很成功。他与妻子李亚平一共有2个女儿1个儿子，其中于愿起是2女儿，他们一家人感情非常好。去年12月，台媒报道了于天的近况，称他在某节目中崩溃大哭，引起网友的关注。当天于天演唱完歌曲后，在与主持人聊天的环节，为患癌的女儿于愿起祈福，没想到他突然情绪失控，在舞台上泪流满面，哽咽到说不出话来。这是因为于愿起原本应该在上星期做化疗控制病情，但却没有配合治疗。其实他之前一直特别积极乐观，如今却变得特别胆小，甚至一进医院就害怕，还给于天打电话哭诉：爸爸，我不要做。对癌症患者来说，化疗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但它也会给病人们的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于愿起7年前患直肠癌，如今已接受了60次以上的化疗，癌症却仍多次复发，他产生逆反心理也情有可原。75岁的于天是家中的顶梁柱，他和妻子总是鼓励女儿要坚强。
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病魔折磨得如此痛苦，难免会特别难过。他在现场大哭之后，不断地用手擦拭眼泪，努力平复情绪。4. 刘福柱。去年台湾歌坛备受尊敬的民谣歌王刘福柱声称自己即将开启断层的音乐演唱会，并且已经进入最后的彩排阶段。虽然已经年过80，但是刘福柱依然还要为了生计奔波，着实令人感到唏嘘。近几年，随着台湾音乐界的变动，民谣的市场渐渐落寞。刘福柱作为台湾地区资深的民谣创作者，也深感无奈。台湾的民谣创作已经开始出现断层，所以在这个时期，刘福柱更要出山挽救台湾民谣。他声称歌要写也要唱，不然民谣就要断层。作为台湾地区备受尊敬的歌手，刘福柱的号召力自然毋庸置疑。断层的声音演唱会门票一经开卖，短短1周内就被歌迷们抢到手罄，可见人气实在是非常火爆。刘福柱也将这场演唱会作为试水，如果效果好，则会考虑加场。在采访中，刘福柱也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那段时光。如今的刘福柱被年轻一代尊为台湾嘻哈始祖，但刘福柱的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年间，他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苦日子。已经入行60多年的刘福柱，如今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对音乐的崇敬。虽然已经年老，但他依然活跃在荧幕前，像一个不知疲惫的年轻人。刘福柱对待工作发挥出极致的敬业精神，即使已经身处高龄，还坚持灌录唱片，完全不打算退休。5. 青山。青山于60年代初成名于台湾歌坛，有情歌王子之称，在70、80年代已红透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等地，更被誉为宝岛歌王，风靡一时。时至今日，青山依旧是国语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巨星之一，堪称歌坛常青树。据统计，他推出的唱片专辑已经超过100张。1973年，青山与前妻结婚，可惜婚姻只维持了12年。青山为全职照顾孩子，毅然选择淡出台湾歌坛。如今77岁的他提及往事依旧怀念，真的好想再次登台。不过他也表示，以现在的身体状况估计没可能了，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青山患上了很严重的腰病，除了行走要借助拐杖，每周还要定期到医院复诊，透过治疗舒缓病情。但即便如此，他依旧保持着乐观的性格，闲暇无事经常到女儿家探望3个小外孙。6. 尤雅。68岁资深女歌手尤雅出道超过半世纪，18岁时便凭着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惊艳歌坛。即便后来遭遇事业低谷、婚姻失败的打击，她依然重新站到了舞台上，用歌声疗愈粉丝。多年后，尤雅回忆婚姻，表示当初太冲动，是自己不想要这段感情的。如今，尤雅将儿子养育成年后，心中浮现想找伴的念头。她期望另一半财力相当，要有体力。如果小自己30岁也不排斥，因为她挺向往谈一场姐弟恋。至于会不会再婚，尤雅表示交给上帝安排。7. 姚苏蓉。姚苏蓉是上世纪60年代台湾乐坛的流行歌手，一曲《负心的人》让她一炮而红。1967年，她更是以一曲《秋水伊人》赢得泪银歌后的美誉。后来她的作品便在香港大红大紫。让人感到惋惜的是，曾红遍东南亚的姚苏蓉1991年结束泰国演唱会后就渐渐淡出歌坛。其隐退前最后一次亮相则是在1993年，当时他参加第3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以经典金曲《今天不回家》《负心的人》《像雾又像花》嗨翻全场。继1993年金马奖之后，姚苏蓉旅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多年来港台各地请他复出举办个人演唱会的邀约未曾间断，但姚苏蓉始终没有答应。
2014年，姚苏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不迷恋从前，过去的奖杯、锦旗都丢了，现在生活简单。”屈指算来，现在的姚苏蓉已经是一位76岁的老人了。好在她虽然已经淡出歌坛20多年，但是她的经典歌曲却传唱不衰。8. 李雅芳。李雅芳1948年生，台北市人，高中时曾随声乐家林宽习唱，不久即公开献唱。初期以演唱西洋歌曲为主，先在东方及国之滨唱热门歌曲，之后又在台视唱歌节目中表演。他最著名的英文歌曲就是动感十足的手提箱女郎与中国恰恰。由于李雅芳唱歌时载歌载舞，同学都以飞女、女猫王称呼她，但实际上私底下的她十分安静。李雅芳3岁丧父，她还有一个姐姐及多病的弟弟，母女4人跟着老祖母过生活。或许是家里缺少一个可以支撑的男人，李雅芳很早就出来赚钱养家，靠唱歌改善了家里的环境，也让她有机会完成自己的理想。1970年，李雅芳与中视签约，开始改唱国语歌曲《生育日隆》。此时优雅正以往事只能回味崭露头角，二人经常被歌迷指为十分相似，像一对姐妹花。李雅芳在走红时发表了许多叫座的歌曲，从一曲相思情未了、我爱秋莲到花落知多少、我陪你回家，每张唱片都很是畅销。1974年7月的一个深夜，李雅芳刚从餐厅吃完宵夜出来，不幸碰上了一群恶煞，他们逼她拿出钱来。当时的李雅芳身上没有多少现金，于是歹徒把她押到三峡一家旅社，拍下了她的大尺度照片，并以此威胁她付款。经此打击后，李雅芳自觉羞惭，向台北的歌厅请了长假。她害怕见任何朋友，只想躲起来。在东躲西藏的日子里，虽有家人极力安慰，但很少有人能打动她。后来李雅芳打起精神，重披歌衫。在9月6日那天，她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在台南音乐厅登台，整个歌厅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是来为她加油打气的。当天南北两地都有歌迷租了游览车，组成庞大的啦啦队前来为李雅芳助阵。掳人勒索事件发生时，李雅芳已有一位相交至深的张姓男友，对方在园林镇从事塑胶业，是位殷实的商人。李雅芳在履行完合约后，于隔年11月嫁入张家，从此洗尽铅华，专心做一位家庭主妇。这些年，大众几乎没有再听到李雅芳的消息，我爱秋莲从此长留在歌迷的心头。这些红极一时的台湾歌手，如今都已老去，不过他们的歌声我们不会忘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大家有什么意见，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别忘了点赞分享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华语流行音乐逐渐崛起，那时内地的流行音乐因为国内文化思想意识的封闭尚未萌芽，而港台流行音乐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从7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初，整整20年间，港台流行音乐人才济济，他们中间出现了不少巨星级的女歌手。大家好，这里是一只西西莉，今天为大家细数一下其中几位老牌女歌手的故事。1. 吴秀珠。吴秀珠年轻时唱红过不少电影主题曲，最近因演出老姑婆的古董老菜单，再度勾起众多粉丝回忆。她坦言，过去一直对自己的健康有自信，直到11年前某天早上刷牙，发现无法漱口，抬头照镜子，水不自觉地从嘴角流出来，我的嘴歪了。这是她第1次中风，但她未立即就医，之后就发现睡醒后左眼右眼张不开，不断流眼泪。6、7年前第4次中风，她血压飙到240，不但颜面神经失调，双腿也无法行走，说话咿呀啊不清楚。经检查，医生判断是脑中风，已是非开刀不可的情况。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舞台上总带给众人欢笑的吴秀珠，在情路上也走得跌跌撞撞，有过3段婚姻，皆以离婚收场，至今仍旧孤身一人。
回忆起过往的3段婚姻，吴秀珠脸上也流露出一抹苦涩。或许是和童年经历有关，她从小就过继给人当养女。吴秀珠坦言，自己一直渴望感受到爱与家庭的温暖，所以在17岁那年更不顾养母的反对，与一名乐队鼓手结婚，还陆续为他生下1双儿女。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两人逐渐成熟，也意识到婚姻不是儿戏，于是在认清现实后，他们选择离婚。至于第2任老公，可说是吴秀珠的贵人，有着音乐相关背景的丈夫，不止爱上了吴秀珠这个人，还注意到了她的歌唱天分，用心教她唱歌，改变形象，甚至还为她写了《爱不是占有》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婚后的这段日子，他一步步将吴秀珠的歌唱生涯推向高峰。可惜这段姻缘最终也只维持了7年。后来吴秀珠在35岁那年，为了爱情远嫁到花莲，与花莲县前县议会议长余传旺结婚。当时他以为终于找到真爱，便果断放下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只为了陪在爱人身边。然而两人却在结婚的第14年悄然离婚。比起这段婚姻，吴秀珠曾在节目中透露，当年为了支持余传旺竞选，几乎花光了在演艺圈攒下的多年积蓄，没想到最后仍分道扬镳，让他不禁感叹，钱会爱人也会害人。幸好在经历了3段无缘的婚姻后，吴秀珠并没有一蹶不振，很快便重返演艺圈，继续为了支持他的歌迷唱歌，还很乐观地面对自己的感情状态。我是个很信宿命的人，会有今天这种结果也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怪任何人，一切都已成云烟往事。2. 陈芬兰。都说时光飞逝，当年青春洋溢，更有着美空云雀之称的陈芬兰也已73岁了。在一次难得返台的机会中，她也终于公开当年离开的原因。陈芬兰接受访谈时说，当年自己因为孤女的愿望尝到了爆红的滋味，但也无奈从此歌路被定了型，导致后来她虽然唱出了《快乐的出帆》《快乐农家》等同样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却再也无法突破自己。这样不为人知的辛酸令陈芬兰觉得越来越心累，但更不容易的还在后头。在台语歌曲发展越来越受限制的年代，几次寻求出路却处处碰壁的遭遇，让他变得有些心灰意冷。到了1972年，虽然作曲家翁清溪为他写了2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分别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及《梦乡》，但陈芬兰却已经失去了继续奋斗的动力。他迫不及待地离开台湾到美国读书，不过也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歌手刘冠霖重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邓丽君将这首歌发扬光大的情况。虽然陈芬兰离开了演艺圈，但相信她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直被传唱下去的。祝福她生活一切安好。3. 姚苏蓉。去年8月28号晚，据新加坡媒体消息称，姚苏蓉早已经移居大马30年时间。因为大环境的原因，姚苏蓉已经有1年零8个月的时间没有出门。不过姚苏蓉并不担心，也不向往城市生活，而是寄情于田园，再加上家中有3个保姆，生活自然富裕无忧愁。近年来，姚苏蓉开始有了信仰，每天都会花2个小时的时间抄佛经。人生到了这个年纪，肯定会回首以往的岁月，但姚苏蓉对自己的一生却没有遗憾。尘世纷扰3000事，泰然处之，一笑而过，无欲无求，心灵富足。4. 蔡咪咪。蔡咪咪刚开始出身于少见的女子组合，在70年代出道时火爆整个娱乐圈，成为 S.H.E 等女团的始祖。但是后来蔡咪咪选择为爱吸引，嫁给了东森电视台的创始人王令麟。在王令麟即将突破事业新高峰的1年中，蔡咪咪却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2020年11月4日，据台媒报道表示，蔡咪咪和王令麟的离婚案将在2020年11月9日开庭，不出意外的话，将会顺利完成离婚。双方都已经放弃对婚姻的经营，也对离婚一事谈得非常融洽。蔡咪咪大概已看透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
不想再跟渣男将就下去，牵绊终生。5. 杨小萍。杨小萍曾坦言，17岁就出道的她成名的早，对许多事情都懵懵懂懂，尤其在感情方面更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导致一路走来遭受不少委屈。在认识如今的丈夫前，她有过2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其中第1段婚姻是22岁那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与一名认识交往不过1年多的副导演偷偷跑去公证结婚。怎料甘愿为爱与家人撕破脸的杨小萍，在婚后短短的3年时间内，就惨遭老公无情背叛。说起自己的第2段婚姻，杨小萍至今都仍心有余悸，因为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婚前无比浪漫的这位华侨前夫，婚后竟成了最恐怖的梦魇。万幸，经历2次失败的婚姻后，心灰意冷的杨小萍在最绝望的时刻，遇到了值得托付终身的另一半。对方是前夫的朋友，在美国经营珠宝生意，因为心疼他的遭遇而提供了不少帮助，2人因此产生了感情。不过最惊喜的是，这个温柔的男人在听到他打算要回台湾时，竟愿意放下一切，跟杨小萍一起到台湾，让杨小萍见识到了他痴情的一面，也认可了对方。于是2人便步入婚姻，并育有2个宝贝儿子。如今时光飞逝，杨小萍在受访时也直言，自己确实对唱歌十分热爱，但已经没有了重返歌坛的意愿了，因为她知道自己能够在结过2次婚的中年再遇到真爱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也更加珍惜。笑说难得老来有伴，乐得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享受平静的幸福。6. 尤雅。尤雅从小就热爱唱歌，16岁被柳家昌相中进演艺圈，出道50年积累大量作品，像是《我找到自己》、《有你就有我》、《小雨》、《青烟》等。她也因此成为70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手之一。爆红后，她瞬间赚进大笔财富，当时投资房地产独具慧眼，以20万买下台北东区的40平房子，如今已翻倍飙上千万。在美国旧金山还有2间独栋豪宅，他表示感觉对了就买，地点很重要。射手座的优雅在爱情方面也很靠感觉，她和前夫认识不到3个月就闪电结婚，2人育有1名儿子，原本以为能天长地久，不料3年后以离婚收场。优雅多年后回忆这段婚姻，表示当初太冲动，是自己不想要这段感情的。优雅将儿子养育成年后，心中浮现想找伴的念头。至于会不会再婚，优雅表示交给上帝安排，希望我70岁还能发喜帖。7. 甜妞。去年热播剧《星辰大海》中，男主方恒之的母亲方兰菲那种苦心经营的二房形象，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扮演者甜妞的演技也令人赞不绝口。可殊不知，把二房太太演绎得如此活灵活现，实际上完全是甜妞的本色出演。甜妞曾在年轻时嫁给一位叫叶聪豪的印尼富商，结果在拉斯维加斯办完手续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叶聪豪的第3房姨太太。后来她带着女儿离婚，遇到了自以为是真命天子的万梓良，结果婚姻只维持了4年。2段坎坷的婚姻经历导致甜妞再也无法相信男人，如今她64岁了，却还是孤身一人。甜妞年轻时曾一度认为婚姻是女人一辈子的归宿，她甚至觉得离过婚的女人是失败的。可她用大半生去证明，婚姻失意的女人最终也可以活得很好，因为爱情与婚姻并不是女人的全部，真正的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好了，以上7位歌手都是老牌歌手，他们的作品是我们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每当听到这些作品时，大家心中是否会忆起很多美好的往事呢？娱乐圈更新迭代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新生代歌手层出不穷，而曾经红极一时的老牌歌手们，现状却各有不同。今天就来聊一下他们的现状。1. 文夏。文夏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南市，他在10多岁时就创作第一首台语歌曲，28岁那年已经成为台湾省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1961年，33岁的文夏创立4姊妹乐团，成员包括文香、
文清、文丽、文英4个女孩都是文夏的学生。后来她跟文香走在一起，两人生下女儿文姬和夏姬。这段师生不伦恋曾引起轰动，不过两人携手走过60年，用时间回应一切质疑。文夏的身体一直不错，2017年还以90岁高龄举办个人演唱会。长期投身公益的她，多次获得奖项。金像奖的微博账号也曾在4月10日悼念文夏。2019年，因为一次投毒事件，文夏的健康就此一蹶不振。2019年8月，文夏因为感冒入院治疗，入院后病情却变得更加严重，一度昏迷5天不醒，体重暴瘦只剩25公斤。经过检测才发现，文夏遭到看护下毒，尿检验出大麻等毒品，但因为证据不足，该男性看护并未遭到起诉。此后，文夏的身体每况愈下，因肺积水长期住在医院，又因为疫情，妻子只能隔天去看望。好友季宝如表示，大概在1个月前去看望文夏，当时他头脑清楚，还让季宝如为他盖一个博物馆。赚到的钱两人6-4分账，弥留之际曾回光返照，于6日晚10点在睡梦中去世。文夏在台湾省的名气很大，他走后不少艺人到殡仪馆悼念。妻子文香也透露，文夏的最大心愿是将个人纪录片完成，目前已经完成2/3，总预算500万台币，现在还欠着100万台币，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完成文夏的遗愿。谈及此事，文香伤感落泪，承认因为经费不足，无法继续进行。作为歌手及文夏的学生，文香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后，决定于5月28日举办演出复出乐坛。她也是这场演唱会的制作人，也希望这场演出可以筹到一笔钱，圆了文夏老师的心愿。苏芮，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音乐偶像。他的歌声跨越了时代，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1952年，苏芮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然而，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未减退。16岁时，他参加了歌唱比赛，并被 Zero 合唱团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在合唱团期间，苏芮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她的高亢嘹亮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使她在音乐界崭露头角。1971年，高中毕业的苏芮为了帮助家庭，决定辍学。她先后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和台北希尔顿酒店驻唱，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在驻唱期间，苏芮结识了好友黄莺莺，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她也遇见了她的第一任丈夫阿文。然而，这段感情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美好。阿文对她的感情逐渐冷淡，甚至出轨，这令苏芮痛苦不已，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后的苏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歌唱事业中，她离开了香港，回到台北发展，并逐渐成为当红歌手。她唱出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如《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等。这些歌曲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随着事业的成功，苏芮也收获了新的爱情。她与刘威霖相识并相爱，两人于1985年结婚。这次婚姻给苏芮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幸福。刘威霖全力支持她的演艺事业，鼓励她追求自己的梦想。在丈夫的支持下，苏芮的事业达到了巅峰。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音乐传奇。苏芮在感情上再次遭遇挫折，尽管她和刘威霖曾经有过幸福的时光，但最终他们的婚姻还是走向了终点。这次打击令苏芮心灰意冷，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尽管经历了2次失败的婚姻，苏芮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她依然相信会有一个真正属于她的幸福在等待着她。如今70岁的苏芮依然孤身一人，但她依然热爱生活，享受着音乐带给她的快乐。潘越云。潘越云是滚石第1位签约的歌手，他于1982年发行的首部专辑《天天天蓝》就获得金鼎奖最佳演唱人奖。他独特的声线被好友三毛称为埃及艳后，唱歌实力被王伟忠称为大神。在不少观众眼中，
潘越云狂野的如同猫一样，但在好友齐豫口中，他却很安静，聊天时常常一句话不说，默默地坐在一边。这和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潘越云17岁时，父母就双双离世，独自成长的他，对生活最多的感受就是孤寂。幸运的是，20岁出头，潘越云机缘巧合与滚石签了约，并且凭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等大热歌曲，彻底走红乐坛，就连成龙都折服在他的歌声之下。但心高气傲的潘越云对另一半要求颇高，一心希望能遇到一位心灵相通的男人。1997年，40岁的潘越云在自家的咖啡厅结识了黄光全，对方的艺术气质俘获了潘越云，让他无法自控地坠入爱河。2年后，还挺着大肚子嫁了过去。42岁的潘越云终于有了向往已久的家，本以为孤寂的心终于有了着落，却不曾想这场婚姻让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跌入谷底。结婚不到3个月，昔日温柔文艺的黄光全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变得酗酒，脾气很暴躁，一言不合就朝潘越云发火。随着对婚姻的日渐失望，潘越云主动向黄光全提出离婚，但黄光全不肯答应。2008年，潘越云带着女儿搬了出去，正式同黄光全分居。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走，黄光全便紧紧跟了过来。潘越云搬了3次家，黄光全都能找来。后来，趁潘越云外出工作的时候，黄光全以探望女儿为由，偷偷潜入潘越云家中，并配了家中钥匙。同年8月26日，黄光全带着警察冲进了潘越云的家，拍下了潘越云同男友的亲密照。这事被曝光，黄光全一口咬定潘越云对婚姻不忠，并趁着舆论最巅峰，不断在镜头前痛诉潘越云的无情。没过几个月，他一纸诉状将潘越云告上法庭，要求潘越云赔偿自己800万的精神抚慰金。对此，潘越云并未辩白，只称自己不羞愧不后悔，并表示如果这件事的发生能让我顺利得到解脱，也算是一种收获。后来，潘越云的朋友曾透露，这段婚姻中脾气暴躁的黄光全常常借酒装疯，甚至在潘越云怀孕8个月的时候，拿着利器语带恐吓的在她面前挥来挥去。回忆起这段婚姻经历，潘越云更是直言，结婚10年来，另一半从未照顾自己，养过自己。多年的婚姻生活，潘越云一个人扛起生计，忍受着暴力恐吓，最终赔上了自己的事业，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婚姻，令不少看客为他不值，但对于潘越云而言，却是对自己的解脱。4. 洪荣宏。洪荣宏出身台湾音乐世家，唱的歌曲超过2000首。在80年代，他的闽南语歌曲传唱在台湾的大街小巷，是那个时代的天王级人物。到如今，洪荣宏在台湾乐坛的地位仍受尊敬，但更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有关他的感情史。都说自古才子多风流，洪荣宏现今55岁，却已有3段婚姻，期间也不乏出轨、小三等让人大跌眼镜的丑闻。洪荣宏第1段婚姻在1998年，妻子是蒋秀美，2人相识于教会，不过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年便以离婚收场。同年，洪荣宏与陈诗雨迅速结婚。陈诗雨原来是词曲创作人，洪荣宏借工作的机会搭讪陈诗雨，邀请她一起创作，后又请她当自己的私人助理，2人因此相识结婚。不得不说，洪荣宏的撩妹套路真是信手拈来。陈诗雨在婚后因为体质原因流产5次，在2000年终于怀孕成功，但孩子早产，健康状况不如普通小孩。陈诗雨在生完孩子后隐退娱乐圈，一家人移民加拿大，但洪荣宏在外却花边新闻不断。2014年被曝婚外情，和贵妇小三徐处荣同居。洪荣宏和妻子在加拿大协议分居后开始失联，以债务不清的名义将妻子在加拿大的房子扣押，后期还没有付生活费给妻子儿女。陈诗雨只好带着3个孩子去到徐处荣的住处找洪荣宏，但却被洪荣宏拒之门外，还打电话叫警察来赶走母子4人。
这件事情曝光后引起争论，侯荣宏因此被贴上负心汉的标签。时隔2年后，侯荣宏在媒体面前卖惨，称自己这2年来受负面信息所困扰，患上抑郁症，一度想轻生自杀，还向妻子儿女道歉，表示愿意弥补过错。陈诗雨也透过友人回应早已原谅，一切看缘分。现在看来，侯荣宏挑选道歉的时机很恰当，因为2017年5月份侯荣宏在台北开演唱会，这一道歉声明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为了挽回声誉。不过此举并没有多大的效果，演唱会门票开卖5天后，销售量还不到40%，这也不难理解。侯荣宏的歌迷大多是老一辈，观念比较保守，不会轻易为丑闻缠身的明星买单，加上侯荣宏常年酗酒，嗓音不如从前。之后侯荣宏在台北开演唱会，陈诗雨还带着孩子出席。在这1年内，侯荣宏发片、演唱会宣传都不断提及前妻和孩子，大家都以为侯荣宏浪子回头要重新追求前妻，但是事实证明侯荣宏还是那个侯荣宏，他迎来了人生中的第4个女人，突然就宣布和小邓丽君、张静云结婚。侯荣宏与张静云相差11岁，今年5月份2人还一起同台亮相，在媒体面前的夫妻两恩爱有加，还甜蜜称即使有争执也会及时沟通，绝不会生气到日落。按照侯荣宏几次闪婚闪离的速度，不知道这段婚姻能否长长久久呢？